粉种蝶变山河，就有尽数归尘。永恒岁月，只剩我孑然独行。于是，我放弃了游历世间，把自己埋了千万年。该死的李瘸子！说好的金丝楠木千年不腐，日内瓦退钱。10年沉睡已结束，属性点已到账。打开系统面板，只要沉睡就能叠加寿命与属性，熬死所有人，我就是无敌的。关闭面板。10年了，战乱该停了。念慈，等我。请问念慈在吗？我不认识念慈，你找错地方了，赶紧走！长生，是你吗？不许欺负我娘！10年了，你还是和当初一样。当年我被匪徒追杀，是他从死人堆里救了我。为什么？李瘸子说你买了棺材，我等了你3年。他照顾了你7年，这些年一直都是他照顾我，他对我很好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告诉哥哥吧，他是娘亲的故人。我叫李念生。念生，真是一个好名字。哥哥的名字里也有一个生氏，我叫陈长生，叫长生哥哥。长生哥哥，你要去哪儿？原来的房子没了，李瘸子的棺材铺还在，我去他那儿住。娘，长生哥哥是你的朋友吗？不是朋友，是一位很熟悉的故人。那他找的念慈是谁？可能是他的青梅竹马。他能找到心上人吗？不知道，或许他已经找到了。走，去做饭。李瘸子，你的棺材有问题，马上给我退钱！放屁！老子做的棺材从来没有人说不好。看来我真是大限将至了。陈长生那个死穷鬼怎么上来找我了？当初你打包票说棺材出问题立刻退钱，现在装死想赖账，马上给我滚出来！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这铺子里你看上什么，立刻拿走。李瘸子，你就不怕我？当初我坟上的土可是你亲手埋的。我今年60，郎中说我最多还有3年活头。我一生无儿无女，连个老相好都没有，我在乎早死晚死吗？况且当初你来买棺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。为什么？自己给自己买棺材的人我见过，但兴高采烈给自己买棺材的，我第一次见。马上过来，小子，有没有兴趣来我这儿当伙计？包吃住，不给工钱。这行当最适合你这种孤身一人的家伙了。我虽然能叠加寿命，但受重伤挨饿还是会死。有个长期饭报是个好选择。条件太差，马上给我加点工钱。就你这活蹦乱跳的样子，绝对死在我后面。等我死了，铺子里的东西全都是你的。检测到特殊技能书藏经，是否消耗属性点学习？暂不学习。旁边那口棺材就是你的床，正好你也喜欢睡棺材，滚过去睡。等会儿，你不是教我做棺材吗？给我这破书干什么？技多不压身，你要是只卖棺材，谁来照顾你的生意？实话告诉你，白氏一条龙我全会，你要学的东西多着呢。毕竟这世界上什么都缺，唯独不缺死人。立刻闭嘴，我要睡觉。技多不压身，说得好。棺材睡习惯了，睡床还真不舒服。8年了，10个属性点全加防御，只要苟住，寿命无限。李瘸子5年前熬不住了，这铺子现在归我了。陈老板，快给我一口棺材！我爹染瘟疫死了，镇上全死绝了。10两银子，自己抬走。10两？你趁火打劫啊！便宜点给我！没钱就滚出去！长生哥哥的棺材不讲价。你个死丫头，你娘都染瘟疫死了1年了，你还在这儿横，小心下一个死的就是你！赶紧滚！念生，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回你家去。我这里是棺材铺，你成天往这儿跑像什么样子？我不管，他们爱说什么去说。现在瘟疫横行，谁有心思管我？快从棺材里出来吃饭！
瘟疫横行1年，念慈夫妇死了，白事还是我办的，我本该再次沉睡，但这丫头举目无亲，等她嫁人我再睡。长生哥哥，你是仙人吗？回答我。说什么傻话！我要是仙人，怎么会看着你娘中瘟疫死掉，吃你的饭？我今年14岁了，有些事你骗不了我。念慈是我娘的小名。你是在怪我没有救你娘吗？我从来没有怪你。我娘死的时候，我从你眼里看到了痛苦。从小你把我当妹妹照顾，如果你有办法，绝对不会看着她死。明天带你去抓兔子，这件事先打住。为什么？当年你错过了一次，现在你还要做同样的事情吗？告诉我！擦干眼泪，我希望亲手埋葬你的是你的子孙，而不是我。听明白了吗？18年了，她的容貌依旧是20岁，她能活很久很久，久到凡人无法想象。长哥哥总是那么好骗，我又骗到你了。作为惩罚，你今天打算送什么给我？这就是给你的生日礼物。长生哥哥，听说明天镇上会有仙人来选徒弟，我想去试试。仙人能活很久很久，或许那个时候我就能一直陪着你了。念生，修仙界残酷至极，仙人不是那么……长生哥哥，让我任性一回好吗？好，一切依你。我先回去了。长生哥哥，你有时间多出来晒晒太阳，不要老是躺在棺材里。长生哥哥，人终被年少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，你这样做何尝不是给自己添加了一道枷锁？瘟疫散了，多谢仙人救命。16岁之下，欲求长生者，可上前测仙缘。马上离开！仙人，求您再给次机会。下一个。果然是极品水灵根，丫头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你可是担心家中亲人。仙人，拜你为师之后还能回来吗？当然可以，待你学成之后自可下山。另外，这里有些东西你可以交给你家中的亲人。仙人，这里面是什么？回家打开之后，你自会知晓。你有1个时辰的时间处理家事，1个时辰之后，我就要带你离开了。多谢仙人，且容我去处理好一些琐事。极品水灵根属实罕见，绝对不能出半点意外。长生哥哥，仙人要收我为徒了。你真的想去？想。为了什么？为了长生。天下有很多人从凡人变成仙人，从来没有仙人变成凡人，足可见长生路是一条步步归路。若是有一天你走累了，你且回头一看，长生哥哥永远在你身后。我不怕。修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哎呀，仙人光临寒舍，真是蓬荜生辉。这丫头有仙缘，她未来前途不可限量。这一切都多亏仙人慧眼识珠。念生这个丫头从小就调皮，以后就要劳烦仙人费心了。对了，不知仙人所居仙山是何处？若是有时间，我也好去拜访一下。南边万里之外，玲珑宗。普通人30年也走不到，你想来便来。我此次出来有任务在身，我们要快点出发。长生哥哥，你的话我记住了，我一定会来找你。躲了这么久，出来吧。还不出来？是打算让我请出来吗？看样子那老女人真的走了。会飞了不起，小爷睡个1800年照样可以飞。你最好别动念生的坏心思，不然小爷把你家祖坟都给挖干净。停留8年，容貌半点未变，镇上已经有传言说我是妖怪。若是继续待下去，
可就不是保养的好这种借口能糊弄过去的。陈老板，你这铺子不要了，钥匙留给我。从今天起，铺子归你，不要跟着我。嘿，陈长生，念生那丫头飞黄腾达了，你想去沾光？闭嘴！陈老板这是要去寻仙。30年走不到，小爷走5年。我什么都不多，就是时间多。装什么清高？指不定死在哪个荒郊野外。20年了，念生留下的这破功法，花钱800两银子就能买到。宿主，这本引气诀属于大陆货色。系统，这上面说3天之内能达到炼气1层的是天才，我花了整整20年才达到炼气1层。宿主，境界只是衡量实力的一个标准，但不是唯一标准。功法只是变强的一种手段，但不是唯一手段。这个时代的修行体系不适合宿主，但并不代表下一个时代的修行体系也不适合宿主。系统，下一个时代是什么意思？天下没有不灭的皇朝，修仙界同样也是如此。众生之所以认为某些东西会永久存在，只是因为它们存在的时间太短暂了。当宿主活得足够久之后，就会发现，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。天道如此，人亦是如此。系统就是系统，说起话来一套一套。漫长的寿命带来极致的无聊，去看看念生过得好不好，全当打发时间。这块地乃是乾隆腾渊之局，先人葬下，3年之内家族必出大官，今天必须下葬。放屁！给我填平这个坑！你一个卖棺材的懂什么风水？闭嘴！陈老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5年前，李员外家的祖坟就点在这条山脊上，那风水先生也说出大官。3年后，李家满门抄斩，绝户了。你胡说！你怎知5年前的事儿？因为李员外全家的棺材都是我打的。这块地是绝地，换个山头。听陈老板的，把这骗子给我赶走。20年学了酿酒做豆腐，还是白氏最安稳，贼不偷匪不抢。寻龙点穴，别人靠书本，我靠时间，走走停停，20年才走了3000里。玲珑宗，且等着吧。怪不得那婆娘满脸嫌弃，我足足走了50年才到这玲珑宗山脚。普通人运气不好，活到50都够呛。听说了吗？玲珑宗那位念生师姐，仅仅入门50年就结成金丹，这天赋1000年难遇，连闭关100年的宗主都被惊动了。这算什么？前几天万剑宗的首席大弟子带着重礼去求结为道侣，被李师姐一剑轰下山。李师姐可是放过话，天下所有天才加在一起都比不上长生。他对长生大道的执念太可怕了，我们这种凡夫俗子看一眼都是奢望。这丫头，50年不见，追求者倒是不少。混进宗门太麻烦，就在这镇上盘个铺子，安稳度日。请问有人在吗？施主，你怎么睡在棺材里？棺材是死人睡的。小和尚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无论是凡人还是修仙之人，最后都免不了一死。既然如此，那活人为什么要嫌弃自己的最终归宿呢？阿弥陀佛，多谢施主指点，是小和尚我着相了。呵呵，想不到你人虽小，还蛮有悟性的。说吧，小和尚，来我这棺材铺做什么？最近天佛寺和玲珑宗联手，降服了一位作恶多端的魔修。那魔修誓死不从，被玲珑宗长老当场击毙。虽然那位施主作恶多端，但小和尚不想看到他曝尸荒野，所以想买一副棺材替他入殓。我开门做生意，从不做赔本买卖。你有钱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一枚中品灵石，能买我这里最好的一条龙服务。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出发？现在就可以。要是再拖下去，那个施主的尸体就要发臭了。小和尚，你们修仙之人都这么没人情味吗？
好歹也是费尽心机抓到的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挖个坑给人家埋了很难吗？放在这荒郊野外算怎么回事？阿弥陀佛，善恶有报，此乃它的结束。修仙界本就残酷，这修仙界，我看也就你这小和尚还有点人情味。小和尚，立碑需要死者名字，还需要写上立碑人的名字。他叫什么名字？这位施主乃是天魔宗宗主，外号血魔老祖，具体姓名无人得晓。至于立碑之人，施主自行处理吧。小和尚受门规所限，不能为其立碑。规矩真多。施主，你的外号叫送葬人吗？我是卖棺材的，专门给人收尸下葬，不是送葬人是什么？我的事情已经做完了，先走一步，以后还有这种事情，记得找我。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感觉。这血魔老祖真够谨慎，居然在牙齿上刻画细小的储存阵纹。若不是我替他整理仪容，还真发现不了这上面做了手脚。堂堂一宗之主如此处心积虑，这里面的东西估计不简单。50年了，我才勉强达到炼气3层，这破天赋简直烂到了极致，那些天才吃顿饭的功夫都能突破。既然我没有修炼天赋，那就只能把精力转移到阵法和炼丹上了。毕竟这些东西是可以靠时间积累的，而我最喜欢需要花时间积累的事情。血魔老祖，你这阵法确实高明，但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1天不行就1个月，1个月不行就1年。只要我不放弃，这牙齿上的阵法终有一天能被我佛灭。伪灵根，吞噬别人灵根，这血魔岛主真是个疯子。系统，你说血魔岛主在书中提到的人造灵根有可能实现吗？这自传的后半段多次出现了人造灵根的说法，而且还有很多血魔老祖的假设。我感觉说的很有道理。宿主既然心中有疑惑，何不自己去寻找真相？别闹，这种危险的事情，我怎么会在自己身上做呢？要是一不小心出了意外，那不就亏大了？而且我也不想像这个血魔老祖一样，一辈子都被人追杀。宿主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寻找一个最安全、最稳妥的办法。最安全、最稳妥，有这种办法吗？血魔老祖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他当时寿元将尽。可宿主你不一样，你拥有近乎无限的寿命，日积月累之下，未必不可以解决这个难题。有道理。无论你是化神的老祖，还是神兵利器，都敌不过时间的侵蚀。所有的事情在时间面前都会变得微不足道，这个小小的修行问题自然也不在话下。忙了整整3个月，先睡一觉再说。小和尚，这魔修杀人无数，你还花钱给他买棺材，赶紧扔去喂野狗，别在这恶心人。阿弥陀佛，生死皆空，施主莫要口出恶言。吵死了，全给我闭嘴！小和尚，带钱了吗？没钱带着这烂肉滚出去！长生施主，一枚中品灵石，请为他入殓。另外，小和尚今日读往生咒有祸，想与施主变法。你一个凡人敢碰魔修尸体，真不要命了！赶紧离远点儿！滚远点，别挡着我做生意。小和尚，你佛门说万物皆空，可你偏偏执着于给死人买棺材，这不是着相是什么？我不忍看他泡尸荒野，这是出家人的慈悲。哼，放屁！慈悲是给活人的，死人要的是入土为安。你连生死都没看透，还修什么佛？施主字字珠灰，小和尚受教了。活了70年，看了一肚子杂书，忽悠你个小屁孩还不是手到擒来？人造灵根的材料，或许可以从这些修士尸体上找找灵感。你堂堂天佛寺传承人，一修大师，若是让人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岂不是让人笑话？他们想笑就让他们笑去吧。唉，就算他们把我捧上了天，也改变不了我输了20年的事实。听你这意思，今天还想和我变法？
那是当然，不和你变法，我来找你干什么？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，就只有你能和我在佛法上一较高下了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这修炼天赋是真够烂的。20年前你是炼气3层，现在你是炼气4层，你这境界增长的速度也忒慢了吧？唉，我真担心你某天一不小心就嗝屁了，到时候我找谁去变法呀？修行天赋又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没有修炼天赋，我可以帮你啊。虽然不能改变你没有灵根的事实，但是延长寿命还是没问题的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寿命这种事情不要看得那么重，一切顺其自然就行。今天我不想和你变法，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不帮，除非你同意我给你延长寿命。没问题，你如果帮了我这个忙，我就同意你给我延长寿命。什么事情尽管说便是，我一休大师保证办到。你来玲珑宗应该是为了参加长生仙子接任长老的典礼吧？怎么，你也想去见识一下？不是，我想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长生仙子。陈长生，你别告诉我你喜欢长生仙子，这个女人压根就对道侣的事情不感兴趣，你还是别白费功夫了。唉，只要你把东西送到她的手上就行，多余的话不用说。你若是办到了，我就同意延长寿命。先说好，东西我可以帮你送到，但我不能提你的名字。一旦被长生仙子的追求者知道这件事，你估计会死得很惨。小和尚，80年后见。念生，接任大典到了，跟我去前殿。师父，我不想当长老，我只想安静的修炼。你还是放不下他。我踏入修仙之路就是为了他，若是没有他，一切都将会毫无意义。可他是一个凡人，70年过去了，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，甚至很可能长眠地底。你们终究是2个世界的人，你明白吗？师父，你不懂他。长生哥哥说的话一定会算数。他说长生路漫漫，若有一天我回头，他一定会站在我身后。他说过，那他就一定做得到。宗主为了了却李念生的执念，宗门特地派人去接陈长生，人去楼空。没想到现在他的执念还是那么深。好了，师父，长老之位我还是要接任的。只有成为玲珑宗的长老，我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，更好的功法。我可不想在这条路上停下脚步，因为我知道长生哥哥忍会也不会停下。这丫头没救了。若是有一天她的幻想破灭，道心必定瞬间瓦解。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局。上清观送琉璃丹2枚，天佛寺送佛经1本。长生师叔，师侄还有一份私人贺礼送上。天佛寺的小和尚竟然都动了凡心，真是不自量力。有心了。请师叔过目。一块破木头，长生仙子收到的天材地宝无数，这种垃圾赶紧扔进火盆里烧了。是长生哥哥，这刀法，这熟悉的形状，全天下只有他一个人会，他真的来找我了。东西我很喜欢。典礼结束后，你单独一人来见我，记住，单独一人。一休贤侄，你师父慧海禅日近来身体可好？回宗主，师父身体安康，只是最近有所感悟，所以才让小僧前来。不卑不亢，果然是名师出高徒。你们年轻人的事情，
我们这些老一辈就不干预了。100年之后，等你境界稳定了，记得来玲珑宗提亲。亲事，宗主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。年轻人做事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，更不要因为自己的实力暂时弱那么一点就不好意思。俗话说得好，女大3抱金砖，女大30送江山，女大3000位列仙邦。我这关门弟子虽然大了你50岁，但这对修行之人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至于你师傅哪里，我亲自去说。你们天佛寺又不是没有劫道侣的先例，这点面子你师傅还是要给的。毕竟我和你师傅已经认识300多年了。完了，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只能等私下跟长生叔叔解释清楚了。陈长生，你可把我坑惨了！师叔，事情就是这样，这个木条真不是我的，这里原先真的是个棺材铺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陈长生那个王八蛋突然消失了，典礼一结束我就带你过来了，他连个尾影都没留下，我现在就算有100张嘴也说不清楚了。一休，你想和我结为道侣吗？不想，现在不会想，以后也不会想。这样最好。你如果敢有这样的想法，我就把你的光头从你的肩膀上摘下来。师叔放心，小僧绝对不敢。从今以后，无论谁问你，你都不准提陈长生这个名字，你就说他自称送葬人。小僧知道了。那小僧还能见到他吗？应该会吧，毕竟他是一个很念旧的人。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白虎，果然是一处风水宝地。找个好地方，准备睡觉。整整挖了1年，总算成型了，完美。我怎么能想出这么聪明的点子？只要下雨，挖掘痕迹就会彻底消失。系统，这方法真的能行吗？能不能行，宿主试一下就知道了。失败的结果，无非就是浪费根本不在乎的沉睡时间罢了。也对，就算失败了，我也没有任何损失。琢磨了血魔老祖的自传10年，总算搞出这个安全无害的办法。把自己当成药材泡在草木精华里，沉睡时生机断绝，完美避开身体排斥。80年后见。上品木灵根，人造灵根果然可行。系统，给我打开面板。系统，给我解释，我炼气4重的境界去哪儿了？沉睡期间，宿主身体当中的灵力会缓慢地向外扩散，没有了灵力的支持，宿主的各项属性自然会回归到凡人的标准，但通过属性点获得的力量除外。没了就没了，把80个属性点全部加在防御上，告诉我，91点防御能扛住什么级别的修士？回宿主，筑基中期之下无法破开宿主防御，筑基圆满有死亡风险。天助我也！这80年药灵的回春草归我了，这次我一定能成功突破炼气9层。不化骨，给我死！什么情况？妖族的人怎么会来这里？我这里也没什么宝贝啊。别吃我，我的肉是酸的。没吃过怎么知道酸不酸？你长得这么水灵，口感一定很好。我一点都不水灵，我全身上下都是皮包骨，吃了肯定硌牙。你不是不化骨。尸身100年不腐而化为浆，1000年不灭则为不化骨。不化骨乃是聚集天地死气而生，水火不侵，刀剑难伤，以怨念为力，以血肉为食。如果真有这种传说中的不祥出现，你现在恐怕连渣都不剩。晚辈打扰前辈清修，请前辈恕罪。你怎么会一个人来这里？你的族人呢？回前辈，晚辈乃是流浪至此，身边并无族人。今夕是何年？此地又发生了何等变化？如今是大前380年，东边300流外，上清观有化神大能现世。上清观距离玲珑宗足有1000多里，居然传送了这么远。
念你是无意之举，今天饶你一命，你走吧。啊，前辈，我就这么走了？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那你还想干什么？可是这种情况，前辈你不是应该赐下机缘的吗？谁告诉你的？传闻中都是这样的呀。这狐狸怎么比猪还蠢？唉，也罢，你我相遇即是缘分，那便赐你一些机缘吧。缘尽于此，你走吧。若是你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你的小命可就不保了。多谢前辈赐法，武媚娘永生不忘。吓死小爷了！要是被他发现我毫无攻击力，今天非交代在这儿不可。先找个地方狗刀筑基再说。陈长生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清风师兄，何事惊慌？哦，10年了，你来上清观整整10年了，还在炼气9层徘徊，你到底还想不想筑基？哎呀，筑基这种事情急不得，慢一点总没什么大错嘛。放屁！别人卡境界是打根基，你一拖就是10年，连炼气7层的外门弟子都打不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修道就是修道，要这么多目的干什么？打架有师兄你就够了，师兄莫要再为难我了。哎，少给我打马虎眼！无量秘境即将开启，师傅他老人家亲自给你要了一个名额，这次你是跑不掉了。长生，你入我上清观多少年月了？回师傅，弟子入观已有10个年月了。10年前，司祖于茫茫人海中一眼选中你，说你与道有缘。哎呦，师傅骨头要断了，您轻点儿。你是否与道有缘，为师不敢妄下定论，但你给我解释清楚，后山那块放了300年的雷击枣木，为什么会变成一口棺材？师傅，小师弟定是无心之举，您就饶他这一回吧。无心之举？核心阵法路线我从未教过他，他怎么悄无声息破开大阵，把雷击木劈成棺材的？师傅，那块雷击木放着也是放着，对您现在的境界来说，多少有些鸡肋了。疼！对我有无用处，轮得到你来教？那是留着雕刻3清祖师像的。外人入我上清观，看到这气势宏伟的3清祖师像，定会对我道门心生敬畏之情。现在雷击木没了，你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怎么办？道在人心，3清泥塑即可。想让旁人懂我道门，何须外物？存心邪僻，任尔烧香5点1，浮身睁大，见无不败有何妨？好，小师弟果然与道有缘。这22字尽显我道门风采。悟性尚可，实力狗屁不如。雷击木的事暂且记下，若不能在无量秘境筑基，小心你的腿！现在赶快给我滚！看到你们就心烦。铁画银钩，气度不凡，也就只有我元神上人的徒弟才能写出如此道韵。慧海秃鱼和赵德珠那个王八蛋，仗着自己收了个好徒弟，整天挥舞扬威的。等长生筑基，定要杀杀那帮老徒侣的气焰。修道1000年，居然还没有一个徒孙看得透彻，有意思。清风师兄，风力太大，把你的护体灵力再加厚3分。你这小子，去无量秘境生死攸关，你还有心思看这些破书？到底都在看些什么书？修道先修心，世间太大，我看不完，只能先看书。书是人写的，看完一本书就等于了解一个人的一生。歪理邪说，看这些凡俗破书对你的修为有半点帮助吗？回答我。当然有，如果不看书，我怎么能解开师傅的核心阵法，把雷击木劈成棺材？啊！你破了师傅的阵法！师傅可是元婴大能，你一个炼气9层，凭什么破阵？师傅是元婴大能不假，但他并不擅长阵法之道。这逆徒当着众人的面揭我的短，等回关里，我非打断他的腿！就算师傅不善阵法，那也不是你能参悟的。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天下万事皆有迹可循，师傅的传承源自上清观。我在藏经阁阅览了10之8九的阵法古籍，发现师傅涉猎的乃是5行阵法一脉。胡说八道！我掌管藏经阁30年，藏经阁里根本没有5行阵法这一脉。二师姐，你当然不知道，5行阵法早在50年前就被撤出藏经阁，扔进书坟了。你去了书坟，那里的废书堆积如山，
你看了多少？入门10年，我一共看了286385本，勉强占了书坟藏书的3%。666，28万本，你这10年都不睡觉吗？闭嘴，让长生继续说，你到底是怎么破阵的？师傅无法自创阵法，他的本事全来自观里。我花了1年时间阅尽藏经阁阵法书，推断出师傅的阵法是由9宫八卦阵和北斗阵糅合而成。就凭这个，师傅的阵法变幻莫测，绝不可能这么简单。确实不简单，那阵法整整挡了我5年，直到我在书卷里找到了5行阵法典籍，还有师傅当年留下的剑节手札，我才明白他是借用5行原理强行糅合了2个阵法。这小子居然翻出了我200年前扔掉的废稿。然后呢？继续说。然后我又花了1年半时间尝试破阵，最终在10天前完成了棺材的制作。师傅的雷击木死得真不冤。逆徒，你为了把我的雷击木变成棺材，整整花了8年时间。回师傅，准确的说是8年零6个月。你个蠢货！凡人寿命不过100年，筑基期也不过200寿元。你10年不修炼，花8年去破阵打一口棺材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？师傅息怒，打棺材就是为了向死而生，这正合我道门顺应天命的真意。强词夺理，3息之内给我去面壁思过。师傅，书还没看完。嘿呦呦，这不是元神上人吗？50年没见，你居然突破到元婴中期了，可喜可贺。有话说有屁放，贫道不想和你这种粗俗之人交流。元神道长，你好歹也是道门中人，脾气怎会如此火爆？虽然我的境界比你高一点点，徒弟也比你厉害一点点，但你也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整天生气。我知道你眼红我收了个好徒弟，200岁不到就元婴后期，整个大前皇朝也没出现过。如果不是实在找不到，凭借咱俩的交情，我高低得帮你找一个。呸！谁稀罕你那个破徒弟？老子有更好的。你徒弟200岁元婴后期，我的徒弟100岁之内就能达到元婴后期，给我等着看！就这个炼气9层的废物。元神，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！闭嘴！再多说一句，老子薅了你的头发！不行，越想越气。清风，带你师弟他们进去，我再去和赵德珠那个 BK 的理论一番。赵宗主和师傅是过命的交情，150年了，还是这副老样子。师兄，不是说灵宗有一个叫长生仙子的天才吗？怎么没有看到他？长生仙子去大前国边境了，不只是他，天佛寺的一休禅师也去了。哟，禅师？一息禅师是天佛寺继承人，大前皇朝仅次于长生仙子的天才，100岁出头已是金丹后期，最有望超过长生仙子。岁月当真是最厉害的功法。睡了一觉，曾经爱哭鼻子的小和尚，也变成了独当一面的禅师。师兄，他们去边境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当然是与夜月国开战了。夜月国是妖族之国，每过200年与大前皇朝打一场。最近不知怎么了，夜月国居然提前发起国战，距离上次大战才过去170年，提前了整整30年。国战，修士与凡人混杂的大战，元婴大能都有陨落风险。陈长生，国战的事你少操心，那是金丹境的战场。等你结丹，黄花菜都凉了，赶紧带远山进去。清风师兄，修道讲究顺其自然，急什么？少废话，给我滚进去！
长生师弟，这是哪里啊？远山师兄，你好歹也是筑基中期，不要这么胆小好不好？大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3岁就被师傅带到上清观了，每天除了修行就是修行，对于外面的事情，我哪有你了解啊？行，那听我的，我们现在开始采花吧。采花？长生大哥，我们采花干什么？这是百花海，能酿失传的百花酒。现在你有2条路，第一，去30路外的青铜古殿和那些大门派弟子拼个你死我活；第二，留在这里陪我酿百花酒。师傅和3师兄好酒，有百花酒奉上，应该受不了什么责罚。我选酿酒，我这就采。长生大哥，你快来，这里有块带花纹的石板。这东西体积似乎不小，挖出来看看。长生大哥，这是什么文字？我怎么看不懂呀？你当然不认识，这是2000年前的古文。2000年？大前皇朝才建国1800年，这具棺椁是大前皇朝之前的东西。嘘，这种文字我也只是在古籍中认识过一些，有些字我也不认识，让我仔细想想。原来如此，我们撞大运了。上面写了什么？长生大哥，快告诉我！这是一个绝世强者的生平，吾自幼修行，18岁战3981场，胜756场；80岁战4498场，胜1325场；200岁战1650场，胜985场；500岁战130场，胜115场；1000岁时9战9胜。蓦然回首，天下再无敌手。我的天，打了一辈子架，为什么越老打得越少？这还用想？当然是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能和他交手的人已经不多了呀。他1000岁的时候，那9场战斗一定是惊天动地的战斗。9战9胜，虽然只是简单的4个字，但却怎么也隐藏不住他的兴奋。想必这9场战斗，定是他一生中最满意战斗。长生大哥，既然这位前辈留下了传承，为什么不设下考验？他就不怕自己的东西被别人随便捡走吗？哼，谁说没设考验？整个无量秘境就是最大的考验。秘境是考验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无量二字指的是无穷无尽。1000多年过去了，这里的宝贝被拿光了吗？面对取之不尽的金山，谁还会来关注这片毫无作用的花海？大家都去抢宝贝了。修道，最重要的是不被外物迷惑。那些被宝贝迷住双眼的人，早就忘了初心。忘了初心的人，怎么会停下脚步看花海？我懂了，那这位前辈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，上面没写。打开看看，说不定有线索。好。哎呀！得此机缘，证明尔等未被外物迷惑，无善拳法。此套拳法蕴含了吾之毕生所学，望后世之人好好珍惜。长生大哥，那些黑影好可怕！闭嘴，仔细看。元碎山河，太强了！这拳法不重招式，重在意境。后世习我拳之人切记，我辈拳法可以输，一身拳势绝不可破。一拳打出，定要叫对手肝胆俱裂。敢问前辈尊姓大名？世人称吾百拜仙尊。多谢仙尊赐下机缘。这拳法叫什么名字？在我手中是我的拳法，在你的手中便是你的拳法，故
拳法无名。长生大哥，我结丹了！炼气9层直接突破到筑基圆满，只差1线就能结丹。这老头子有点东西。长生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进去不到1个时辰，怎么就突破了？不是1个时辰，我们在里面起码待了2个月。2个月？怎么可能？睁大眼睛看看周围，我们挖棺材破坏的花朵，现在全长出来了。没有1、2个月，绝对长不成这样。真的长出来了！仙尊的境界太高，让我们产生了时间错觉。他演示拳法时，我们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跟着练了无数遍。有这种绝世强者手把手教，境界不提步才见鬼了。如果已经过去2个月了，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离开秘境了？秘境开启5个月，酿酒花了2个半月，学拳花了2个多月。还是快点收拾东西吧，搞不好马上就被排挤出秘境。长生大哥，怎么只有六师兄一个人来接我们？师傅和大师兄去哪儿了？远山、长生，边关告急，师傅和大师兄2个月前已经去了战场。六师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夜月国大举入侵，前线死伤惨重。你们2个看样子都有不小的收获，这样我也放心了。接下来这段时间，上清观由你们2人执掌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长生大哥，我们也去帮忙吧。闭嘴，回去守好上清宫，超出能力范围的事，去了也是送死。师父、师兄，还有念生和小和尚，你们都要活下来。昨天说的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不行。为什么？10年前你说等你看完书坟里的书，就准我去边关。现在书你看完了，凭什么拦我？我才是爱里观主。20年了，当初在秘境还躲在我身后，现在敢跟我拍桌子了，有长进。七师兄死了，5师兄瞎了，大师兄断了1条手臂。我现在是金丹后期，我能帮他们。我不想再看到师兄们出事。闭嘴！边关连化神老祖都参战了，你一个金丹期去当炮灰吗？传我令！从现在起，我接任观主，远山为副观主，上清观所有关全线向西撤退3000里。三师兄，师傅呢？大师兄呢？夜月国援营大能暴增1倍，师傅被3人围攻，陨落凤凰山。大师兄拼死自爆送我出来，大减战败，割地5000里。师傅的尸体呢？你为什么不带回来？你想看我被炼成傀儡吗？放手！再摇他就要死了。你伤了根基，我救不了你。夜月国想吞并大钱，这50年你好好教导远山，上清观的未来靠他了。长生，你要去哪儿？去给师傅和师兄收尸。三师兄，你调查过我，你发现送葬人100年前为血魔老祖收尸，还和天佛寺一休禅师有牵连。哼，对此我只想说，送葬人没有你说的那么恐怖，他只是一个卖棺材的。长生大哥，你还会回来吗？我为你们都做了一具棺材，等你们用到它的时候，我会再回来的。远山，传令下去，上清观关门弟子陈长生走火入魔已死。为什么？长生大哥活得好好的，照做。师祖总说，能入道门者，皆是6情缘浅，却又重情重义。旁人不懂他，我们不能不懂他。长生他有自己的路要走，上清观与他的缘分已经尽了。我那爱面子的师傅呀，你平生这么爱面子，死了又怎么会允许自己身处异国他乡呢？就让我这个做徒弟的带你回来吧。
人族入城，交3枚铜钱。给。没有显现修为果然是对的，这样的小城城板都有金丹修士坐镇，夜月国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强？听说了吗？妖王之女公开选血，筑基境之上皆可参与。咱们妖王可是高贵的银月狼族，咱们去凑什么热闹？去见识见识。狐族这次准备了一具元婴境傀儡做贺礼。元婴境傀儡，狐族哪来的手笔？从凤凰山弄来的。当初为了杀这个上清观修士，狐族整整出动了3位元婴后期老祖。师父，我花了5年走到这儿，你就给我出了个难题。狐族作为夜月国强族，我一个人打不过。夜月国妖王是银月狼王，若我成了妖王女婿，找狐族要这具傀儡，顺理成章。找！给我把公主找回来！若她少了一根狼毛，剃头来见！遵命，属下现在就去。谁爱嫁人谁去嫁，本姑娘不奉陪。唉，到底该用什么当聘礼？我除了一表人才和满肚子学问，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？他们要杀我！麻烦。跑了，居然连问都不问就跑了！给我站住！赖着我干什么？给我解开！前辈，他们2个要杀我，求前辈出手相救！少给我演戏！真要杀你，哪有只追不打的道理？我跑得快。看看你身上这堆极品法宝，你一个筑基期修士配拥有这些，你定是哪个大户人家偷跑出来的小姐。后面那俩是来抓你回去的？这人脑子怎么长的？看一眼全猜中了。既然被你看穿了，那我不装了。他们的确是来带我回去的，我被抓回去，最多也就是责骂一顿，然后关几天禁闭。但你就不一样了，如果你不带我逃离他们的追捕，我就说是你将我诱骗出来。到时候你觉得我家里会怎么处理你？别白费力气，这是元婴期大能炼制的如影随形符，你一个小小的金丹绝对解不开。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，还不如跑快点。追我的可是2个金丹后期，我们快要被追上了哟。这位姑娘，我不想掺和你的家里事，更不想和你有什么纠缠。先前的事情我可以一笔勾销，你不要再缠着我好不好？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有能耐你就打碎我身上的防护罩呀！既然你不识好歹，那就别怪我了。这是上清观的血盾，你是人族！恭喜你猜对了，不过没有奖励哦。大哥，一个人族金丹修士怎么会用这种高阶盾术？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给我追！公主被人族带走，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我们全族都要陪葬。追不上啊！燃烧精血，给我死追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出事了，你的下场会比死还惨。我本不想招惹是非，你自己凑上来，怪不得我。就凭你这阵法，也想困住本姑娘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就是压制了一下你体内的血脉而已。这是我从古籍当中看到的残阵，修修补补之后也勉强能用。
阵法的功效很简单，那就是压制妖族的血脉，让其现出原形。不可能！如果人族有这样的阵法，大前王朝早就拿出来用了。哎呀，你这妖族丫头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？这种类型的阵法当然是有限制的呀。古籍中的大阵可以对金丹期的妖族有用，我补全的阵法只能对筑基期的妖族有用。而且你也看到了，这种阵法脆弱得很，稍微一碰就会散架。你刚刚要是不把机会浪费在说话上面，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。解开禁制的方法是什么？想都别想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有胆子你就杀了我！我当然没那个胆子杀你，但我可以把你的毛给控剃光。我告诉你就是的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？你这身家还蛮丰厚的嘛，一般的元婴境修士都未必比得上你。东西都给你了，现在你可以放我走了吧？如果你还嫌不够，我可以给你更多。我爹是……闭嘴！我不想知道你是谁。若我知道了你的身份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接下来，给你做点小改造。你说什么？月儿被人族带走，跟丢公主，自己下去领责。多谢狼王。此事你怎么看？龟老，此事是绝不简单。老朽第一时间推演月儿下落，天机却混沌一片，此等手段绝非金丹修士能做到。能干扰天机，起码是化神期。带走月儿的人，定是有备而来。若只是简单的绑架，这件事情或许会简单许多。老朽担心，他是冲着那件事来的。妖族内部如今可不团结，是剑齿虎一族，还有狐族，他们异动频频，似乎早就知道月儿才是关键。既然他们想玩，那就陪他们玩，正好借此机会让他们看清，谁才是夜月国的王。给我松口！不松！把本姑娘洁白如雪的狼毛还给我！给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特制墨汁根本洗不掉，想恢复毛色，只能剃光新毛长出来。看你这么难过，以后你就叫小白，以此祭奠你消失的毛色。你太欺负狼了！给我等着！别废话，当初夜月国和大前开战，玲珑宗长生仙子和天宝寺一休禅师在夜月国境内消失，他们死了没？你想套我的话？只是随便问一下，你不愿意说就算了。真的只是随便问一问吗？你用的血遁术乃是上清观的不传之秘，非内门弟子不可学习。天佛寺、玲珑宗、上清观这三个门派可谓是大前皇朝的顶梁柱，彼此之间也互相有联系。你突然问起这两人的下落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是随便问问吗？你很聪明，但血遁连妖族和外门弟子都不见得知道，你为何知道的这么清楚？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哼，我是妖族，凭什么告诉你？上清观9大真禅，清风明月已死，李进水重伤逃走，拥有这等阵法造诣，你是第9真禅宋远山。你对上清观比大前鸠氏还了解，看来大前出了叛徒。没错，大前就是出了叛徒。你来猜猜叛徒是谁？我不用猜，也不想去猜。皇朝更迭是我无法改变的事情，我只想把我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。嘿呦呦，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呀！但是你好像办不到。上清观观主元神上人的尸体已经被狐族炼成了傀儡。狐族是夜月国的强族，不但高手如云，族中更是有化神期修士坐镇。你一个小小的金丹能做些什么呢？要不你还是把我放了吧，说不定本姑娘心情一好，就把你师父的尸体还给你了呢。多谢你的好意，但是在没有确定我自身安全的情况下，我不会放了你的。另外问一句，你身上应该没有家中长辈留下的标记吧？你猜？我检查了很多遍，你体内并没有什么标记，但这也不排除有一些更高明的手段我没发现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会在你体内种下87道禁制，一旦出现了意外，
你就会瞬间死于非命。你敢？不是敢不敢的问题，我已经这样做了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一直抱着你？给我安静点！夜月国子民听令，我完颜阿骨多独女完颜月已至婚配之龄，今日在天下青年才豪中择优许配，有意者上前。启禀狼王，在下对完颜公主仰慕已久，愿意一试。林兄，在下也对完颜公主仰慕已久，我们恐怕要公平较量一下。胡战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仰慕完颜公主？你该不会是信口胡说的吧？林兄说笑了，对一个女子心存爱慕，未必要像林兄一样闹得世人皆知。我狐族知书达理，怎么会做出这种有违礼数的事情？等一等，我也要参加。抱歉，请让一让。人族陈长生拜见银月狼王，在下虽然没有见过完颜公主，但是也想参加此次招婿大会。人族滚出夜月国，杀了他，滚出去！你想迎娶我的女儿，凭什么？凭一颗真心。人族参加妖族招婿需要莫大勇气，这难道不足以证明在下的心意？难道还不够吗？好一颗真心！只要是筑基境之上，皆可参加。你虽是人族，但也符合条件。明日便是招婿大会的考验。至于是否能成功，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鬼老，安排他去胡府住下，莫让人说我妖族不懂待客之道。遵命。胡兄，这几日要去府上叨扰了。陈兄有如此胆识，真是令在下佩服万番。能与陈兄同住一个屋檐下，这简直是天大的幸事。你们狐族所总是喜欢做这种丢脸的事情。这人的装扮一看就是大前皇朝来的。哼，手下败将，如何有资格站在我等面前？林虎，脑袋不灵光就不要出来丢妖族的脸。大前皇朝确实是夜月国的手下败将，但夜月国打败的只是大前皇朝，不是人族。你这番言论若是被一些人族大能听到了，到时候引起了两族大战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够了！光天化日妖族内斗，想让外族看笑话吗？哼！陈兄是不好意思，刚刚一不小心提到你的伤心事了。虽然夜月国正与大前皇朝交战，但是我狐族一向亲近人族，还望陈兄不要介意。无妨，胡兄快人快语，在下怎么好意思斤斤计较呢？这是陈兄的战宠？这倒不是，我在路边遇到的，看他瘦骨嶙峋，流落街头，一时心中有些不忍，所以将他带在了身边。陈长生，你个混蛋！我是狼族公主，快放开我！给我老实点，再叫拔光你的牙！回狼王，那个人族已送到胡府。月儿被人族带走，招婿大会又冒出一个人族。鬼老，这两人有何联系？此人来历不明，定与公主失踪脱不了干系。但他区区金丹，没资格屏蔽天机。他定是幕后主使派来的马前卒。在没有确定公主的下落之前，
我们万万不可轻举妄动。言之有理，此事就劳烦龟老去跑一趟了，调查清楚这个人族的来历。我倒要看看背后是何人在指使。遵命。前辈，前辈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媚娘呀。哦，30年前我苏醒时遇到的妖族胡尔娘，原来是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前辈，你不该来夜月国，这是是非之地。看样子你这只小狐狸知道很多事情呢，但是这与我无关。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只想迎娶完颜公主，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。前辈，你与那完颜公主素未谋面，我知道你一定不会为她而来，但无论你是为了什么，请你赶快离开夜月国。招婿大会就是一场骗局，你留在这里对你没有好处的。骗局？狐族、虎族都参加了，怎么会是骗局？你一个小小的妖族是怎么知道的？前辈，当年若不是你赐下机缘，媚娘恐怕永远无法筑基。但招婿大会的骗局我不能告诉你，只能告诉你招婿地点定在禁地。狐族、虎族已拿到信物，前辈若非去不可，务必去禁地找另外2个人族。5年前2国大战，他们掌握秘密，被大能追杀进禁地。他们是你唯一的生路。叛徒，他简直就是妖族的叛徒！本姑娘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！小白，现在给我说说夜月国的秘密。那2个人族应该就是长生仙子和一休禅师吧？想都别想！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我警告你，千万别放了我，不然我一定将胡媚娘那个贱狐狸碎尸万段！当年狐族心慈手软放过了他，没想到他居然反过来帮助外人，他该死！看来夜月国经历过大清洗。30年前他连化形都不完整，语气天真。现在看来，当时他不是自己跑出来的，是被你们撵出来的。谁说胡媚娘是豪门大户的小姐？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妖族而已。欲盖弥彰，修仙界人吃人，她若不是豪门小姐，早死绝了。如今她回狐族，是要报血海深仇。就凭她一个筑基，加上你也翻不起风了。我只想把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呢？如果只是想带回故人的尸体，你至于费这么大的劲吗？现在我甚至怀疑你和我的偶遇也是你早就安排好的。你就是心存不轨，企图颠覆我夜月国。随便你怎么想。我要睡觉了。大胆！你居然敢让我睡地上！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？陈兄昨夜睡得可好？你打算带着他一起参加试炼，睡得很香。我和小白相依为命，不管去哪儿都形影不离。试炼带他不影响吧？不影响。此次试炼不限手段，当然也包括战术。不过陈兄给他取名小白，真有意思。他总幻想自己有一身纯白毛发，只能叫小白满足他。其他参赛妖族呢？他们进去了，我专程在此等陈兄。禁地深处有一朵彼岸花，摘下者便有资格迎娶公主。不愧是夜月国的禁地，果然凶险万分。胡兄，此处瘴气绝非寻常瘴气，在下这里有特制的解毒丹，你要不要来上一颗？陈兄不说我倒忘了，此处瘴气金丹修士也扛不住，不过我狐族体质强悍，不用浪费你的丹药。陈兄怎么看出这瘴气凶险的？莫非来过？在下自然没有来过，但我从那本快烂掉的无名古籍上看过类似地形记载。500年来，夜月国禁地无外人踏入。陈兄看到的那本古籍，到底是何人所著？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。我发现那本古籍的时候，它已经快烂得不成样子了。或许这本书是在500年前所著也说不定。言之有理，我们还是快快出发吧。林虎他们进去已经有段时间了。胡兄，
这傀儡是一具人族元婴傀儡罢了，开路最好用。走。一休，你的无悲国法撑不了多久了。王，你让妖族借用如此不祥的力量，到头来只会给妖族带来灭顶之灾。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回头？力量何来正邪？不借此力，我如何灭大乾？你若弃暗投明，我助你突破化神。回老，那个人族底谢查清没？回狼王，大乾皇朝并无此人记录，或许他用的只是化名。让他再多活几日，等血祭完成，这天下无人能拦我。所有人都要对我俯首称臣。两位，我觉得你们与其想着怎么弄死对方，不如好好的看一下这些遗迹。少在这故弄玄虚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今日就是你陈长生命丧之时。等一下，我知道你想杀我，能不能等一下再杀？没看到我在研究东西吗？胡战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要帮外族吗？灵狐，杀人这种事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做，但你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。陈长生绝非为公主而来，他孤身潜入，背后必有靠山。若打草惊蛇坏了大事，我拿你试问。无需你操心。胡兄，大乾皇朝境内的无量秘境，你听说过没有？略有耳闻。无量秘境和这里有关系？有关系，而且很大。无量秘境中也有一座青铜古殿，此事在大乾不是秘密。夜月国禁地同样出现类似古殿，你怎么看？无量秘境是大乾皇朝所掌握，而且非人族不得入内。若不是听陈兄说起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情。别说你不知道，我怀疑两国之间知道的人也不多。这些青铜古殿上的花纹颇为奇特，看起来不像是寻常装饰。若是二位不着急的话，在下可以尝试破译一下。这青铜古殿，我妖族不少长老也尝试破译过，但皆是无功而返。陈兄有把握破译这上面的东西？单独面对一座，我当然没有把握。但胡兄可别忘了，无量秘境当中的青铜古殿，同样也有人在研究。两座青铜古殿加在一起，说不定还真有办法可以破解。这是无量秘境古殿的拓图。留下古殿的人，目的是传递信息，绝不是故意卖关子。我们看不懂，是因为时间太过久远，文字失传了。你真能解开？原来如此。陈兄，你有发现了？是的，我解开了青铜古殿的秘密了。少卖关子，快说！二位少主，你们看出两座古殿花纹有联系，却找不到对应文字。岁月悠悠，文字会断层，但图幻不会。这根本不是文字，是图幻。图幻，这上面画了什么？很久以前，天空降下巨手抓捕生灵，生灵借助一股强大力量打败巨手。后来发现这两比巨手更危险，于是将其封印在18座青铜鼓楼下，交由人族、妖族18个种族看守。还有其他花纹吗？快拿出来！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了，我手上的全拿出来了。整幅图画我们只凑齐了1/10，想要凑齐完整的故事，我们需要凑齐18座青铜古殿的花纹。看在我解开秘密的份上，让我把话说完再动手。你的悟性让人恐惧，
这种天赋去哪儿都是宝。你来夜月国到底干什么？别用仰慕公主糊弄我。我当然有目的，但在说明我的目的之前，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所了解的故事。夜月国修士倍增，大前皇朝丢盔弃甲，夜月国经历大清洗后实力不降反增，这极度反常。大前皇朝必然出了叛徒，这些散乱的线索一直都缺少一个最核心的关键。关键是什么？快说！关键就是这图画里的不祥力量。大前叛徒带着秘密投靠夜月国，开启了这股力量。这里的古殿有人故意损坏，毁掉的恰好是生灵借用不祥力量的部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收起你们的武器，要杀我还轮不到你们。从你们的反应来看，你们也不知道夜月国突然变强的秘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俩就是来探寻这个秘密的。现在这个秘密被你们知道了，你们觉得故意损毁青铜古殿的人会放过你们吗？好，如此青年才俊，世间罕见，真让本王刮目相看。拜见狼王！拜见狼王！启禀狼王，此人乃是人族奸细，我等正准备将其拿下献给狼王。你们虎族总爱玩这些小伎俩，当初怂恿虎族追求月儿，无非想套取背后的秘密。现如今秘密得手，还不满意？狼王明鉴，我等绝无此意。哼，狐族和虎族的两个老古董，以为联手就能逼我交出秘密，天真至极。你们是妖族的未来，弃暗投明，归顺于我，饶你们不死。我等愿誓死效忠狼王。陈长生，说出幕后主使，归顺于我，留你全尸。狼王恐怕要失望了，我背后的人，你永远想不到。你留我活口，是为了血迹不浪费吧？哼哼，你果然知道很多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你如愿吧。没了月儿的血为引，这血池无法助我突破化神。龟老，还有其他办法吗？回狼王，老朽确实还有一个办法。你在干什么？吃了你，我就能突破化神境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我能助你达到化神圆满，自然也有反制你的办法。你为何不怕我？师祖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是不愿意显露真身吗？还是被你猜出来了。你果然是上清观500年来最杰出的弟子，不远千里来到夜月国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跟师祖说说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从三师兄口中得知噩耗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上清观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？夜月国修士暴增确实不假，但师父他们不是刚入修行界的新人，没有道理会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。所以你怀疑大前皇朝出了叛徒？没错，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，只有上清内部的高层。我怀疑过上清观所有人，甚至我还怀疑过师父是假死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，这个人会是师祖你。师祖你已经是化神大能了，在大前皇朝的地位无人可比，月夜国根本开不出招揽你的价格。合情合理。那你后来又怎么能肯定我就是那个叛徒？我也是刚刚才敢确认，师祖你就是那个叛徒。来到夜月国后，我碰到的一个妖族，他能认出上清观不传之秘血遁，对上清观极为了解，却只知9名真传弟子。哼哼，这能说明什么？我名声虽不显，但只要用心调查，定能知晓我的存在。信息被彻底切断，足以说明叛徒出自上清观，且这个叛徒对我很好，有意将我剥离出这场漩涡。为此，我在招婿大会用出真名，可是到了现在，夜月国依旧不知道我的身份，
这足以说明很多东西了。师祖，接下来的事情还需要我说吗？说说看，从别人口中听自己的故事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能做到这些，叛徒地位绝对不低。师父的尸体已被炼成傀儡，他绝非叛徒。解开青铜古殿的秘密前，我始终找不到师祖背叛的动机。现在找到了。我在上清观书坟看到一本无名游记，记录了夜月国禁地情况。那游记距今500年。师祖，你500年前就动了这个念头，对吗？招你入上清观，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事。我500年的布局，你短短5年就解开了。你的悟性旷古烁今，为什么？你想得到力量没有错，哪怕你要另立皇朝，师父他们也会死心塌地追随你。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？大前皇朝是我的曾经，上清观是我的心血。我本不想让上清观参与此事，可他们太迂腐，发现秘密后，不但不支持我，反而将秘密泄露出去。所以玲珑宗和天佛寺的人才会发现你的布局。没错，我布局500年，绝不允许任何人坏我的好事。那三师兄呢？你为什么放过他？近水的性子懒散，你又是不知道。秦风他们发现秘密时，他出去偷懒，并不知情，我自然留他一命。倒是你怎么知道获取那股力量需要血迹？师祖，你这么聪明，怎么反倒糊涂了？无量秘境你估计去过无数次，我藏私了一部分花纹，难道你看不出来？有这么杰出的弟子，都快给我高兴糊涂了。以你的性子，藏私在情理之中。长生，整个上清观当中，我最看重的就是你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人群中一眼相中你吗？弟子愚钝，不知师祖心思。因为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一种连我也没有的气质，那就是淡然。你没有凡人的忙碌劲儿，也没有修士的执念。修行者修道只为长生，但哪怕是活了1000年的化神期修士，身上也没有你那股气质。事实证明我没看错你，现在机会就在眼前，只要我们联手，能比所有人走得更远。怎么？你也觉得这股力量是不祥？这一点你大可放心。看守青铜古殿的18个种族，正是过滤这股力量最好的手具。哼，完颜阿骨朵那个蠢货一直用他女儿的身体过滤，他以为这样就没事了，他却不知道血脉不纯是无法过滤干净的，不然他也不会被我反制。正因为对方蠢，我才能轻易的反制他们。我不是担心这股力量是否安全，我来夜月国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把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。你终究还是和曾经一样，但你也应该知道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弟子当然知道，还请师祖看在曾经的情分上，让弟子给师父收完尸再动手吧。哼！送葬人有意思的称呼，但你为什么只挖了3座坟？难不成你认为你能活着带走他们？师祖，弟子在没有入门前是卖棺材的。作为从事这个行业的专业人才，弟子对量的把控很精准。今天只用得上11具棺材，所以弟子不会再拿出多的棺材了。哦，你凭什么有这样的把握？师祖，你听说过百拜仙尊吗？孽障，还敢现身！庶子敢乃！
给我留下！师祖，弟子是卖棺材的，终有一日，弟子会来给你送葬的。别躺着了，起来接着跑！祖宗，我刚刚施展的是天佛色物的秘术，使用一次不但会消耗精血，还会消耗10年寿元。现在已经逃出千里之外了，你能不能让我缓口气？贫僧只是一个小小的元婴期修士，不是化神大能。化神圆满的完颜阿骨罗，在羽化真人手上一招没走过。等他来了，你不用短寿10年，直接没命。6次秘术，6000里，这和尚跟死人就差一口气了。他要是能追过来，就让他杀吧。再跑下去，不用他动手，老子就没命了。2个时辰，万里之外，我的好徒孙，你千万要躲好了。若是让师祖找到你，你的小命可就不保了。长生，咱们能不跑了吗？羽化真人只是化神圆满，不是化神之上。我们现在已经逃出万里之外，他抓不到我们了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天知道那位师祖有没有什么秘术能找到我们。为了稳妥起见，我们先跑个2万里再说。你别说话了，抓紧时间疗伤。等你伤势好了之后，你来带着我们跑。100年未见，趁人性格还是小心谨慎到了极致。当年他为什么不辞而别？长生师叔为什么会认识他？毫无天赋的陈长生为什么能到金丹境？这些问题，等活下来再问吧。这下不用跑了吧？我们距离夜月国已经整整3万里了，羽化真人就算是神仙也不一定能找到我们了。确实差不多了。我们现在和夜月国隔着一个皇朝，羽化真人就算想来抓我们，恐怕也没这么简单了。你说没问题，那大概就是没问题了。对了，你当年念生呢？师叔他老人家不见了。不见了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就算你现在告诉我念生已经惨遭毒手，我也能够勉强理解。但这句不见了是什么意思？他可是和你一起进入夜月国禁闭的，一个好端端的大活人，怎么会不见了？当初宗门查明羽化真人叛国，派我和师叔潜入禁地探查秘密。我们发现了那股不祥力量，封印的时候被完颜阿骨尔发现了。2位化神老祖拿命换来封印大半力量，之后我们被我问的是李年生是死是活。师叔在青铜古殿里找到一个残破的上古传送阵，阵法勉强能用。然后呢？你别告诉我，你独自一个人留下来断后，让念生先走。这当然不可能了，能活着谁想死呀？可我说过了，那传送阵是残破的，我在传送途中掉出来了。后来实在没办法，我只能躲在封印的裂缝当中。只要他们想杀我，我就摆出同归于尽的架势。要不是这样，我恐怕就活不到现在了。那青铜古殿中的传送阵通向哪里？不知道，上古传送阵威力大得很，我看不懂，但传送距离应该在10万里以上吧。你不用太担心，师叔元婴圆满，距化神一步之遥，无论在哪儿都能活得很好。倒是你怎么到金丹境的？你以前天赋烂得出名，还有，师叔好像很早就认识你，你到底活了多久？不是，你哭什么？你爹又不是我杀的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你还能保住一条性命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我凭什么不能哭？我最爱的父亲利用我，而且他还死了。碰到这种事情哭不哭？谢谢你为我爹收拾。他利用我，但他终归是我爹。没有你，他会暴尸荒野。那个，你爹不会暴尸荒野。羽化真人要用他的血脉，就算埋了，大概率还是会被挖出来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还是打算干我的老本行，卖棺材。至于大前皇朝，我是暂时不打算回去了。你们2个呢？羽化真人掌控了夜月国，如果长久下去，夜月国的子民一定会遭受灭顶之灾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回去。阿弥陀佛。
大钱与夜月国皆处水深火热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贫僧愿以身食魔。说人话。我要带天佛寺跑远点，羽化真人不会放过我们。一休，这是我师父和师兄们的棺材，你要回大钱，顺道把他们带回去。这上面标好了每个人的安葬位置，按地址埋就行。你这么熟练，这些东西你不会是早就准备好了吧？恭喜你猜对了。从我入上清观开始，我就给所有师兄弟准备了棺材和风水宝地，其中包括我的师父和师祖。照你这么说，你连我的也准备了？准备了，但你要给钱，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给你打个8折。陈长生，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你这么早给我准备棺材和坟地，是不是为时过早了？早点准备，省得到时候麻烦。你又不是不会死，早晚的事儿。不是，我现在是元婴境修士，未来也不是没有可能达到化神境，我现在修为已经不低了。化神修士就不会死了？每次和你谈话我都说不过你。行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咱俩谁给谁收尸还不一定。对了，你说的百拜仙尊到底是谁？在夜月国，要是没有他的宣影，我们死定了。你透露点线索，我也好去找这位前辈。这个你别想了。百拜仙尊少说2000年前的人物，死的连灰都不剩了。我在无量秘境发现了他留下的石棺，上面记录了他的事迹。他原本打算在无量秘境坐挂，后来又选了别处。先前我只当他找到了更好的地方，但发现青铜古殿的秘密后，情况没那么简单。本来随手一试，没想到还真起了作用。那如果百拜仙尊的石棺不起作用呢？那我就投靠我那位师祖了。我虽然是卖棺材的，但不代表我想死。真不知道该说你冷血无情，还是重情重义。不远千里冒死给故人收尸，唉，转头说起投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你们该走了。百拜仙尊的石棺就算没解决羽化真人，也会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。他不会光明正大杀你们，小心一点，应该能活。回去定是危机四伏，你就不劝劝我们？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万物走向终结是一定会发生的事，区别只是早一些和晚一些。路是自己选的，不用劝，最多卖棺材打个折上折。等过个1800来年来给你收尸。小和尚嘴上说不过我，但他其实很聪明。念生在玲珑宗崭露头角仙时我才遇到他，那时念生已经活了60多岁，加上我在小镇逗留的年月，时间过去了80多年。以我当时练气期的修为，活这么久根本不合常理。但一休从来没问过我这个问题。听说这个国家叫玄武国，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。先生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。大壮，有什么事直说，能帮的我帮。先生，这是我全部身家，剩下的灵石我一定凑齐，求你帮我弟弟恢复全尸。生意就是生意，没有拖欠这说法。你们兄弟以采药为生，正好我最近缺一些药材，我可以收购你们的药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品相一般，撑死值3块下品灵石，不错，全都是我要的上品药材，我出100灵石收购。请我送葬，最低标准100灵石。最近小店有活动，再送你一副上好的棺材如何？多谢先生，先生的大恩大德，在下永不敢忘。怎么弄的？前些天发现一株100年灵药，旁边有守护魔兽，我知道打不过没动手，可二壮偷偷背着我去采，等我赶到，就剩一具尸体了。他是想用灵药给我换资源，都怪我。
二品骨先四肢后躯干，五脏六腑不能乱。送葬完成了，去见你弟弟最后一面，尽快让他入土为安。先生，你涉猎的行业也忒多了，白事一条龙包圆就算了，你还炼丹外加治病。前2天我还看你在棺材上刻阵法，你是不是又要多开一个项目？这还不是被你们逼的。我原本就卖棺材，结果有人抬着半死的人来买棺材，看那人还有口气，我能看着他死？那后来呢？后来倒好，救活了不感恩，满街喊我医术超群，人越来越多，我只能开医馆。开了医馆又缠我的药，缠了我整整1个月，我只好开炉炼丹。好了，养1个月就能动。你只是炼体3层，跟你动手的人少说炼体5层，人家手下留情，不然你这手废了。先生，这次是我大意，我修的3阳断体法是玄阶功法，他那只是黄阶高级，等我到了炼体4层再找他打。玄武国的人骨子里刻着好斗2字，劝他们不打架，比劝他们不吃饭还难。先生，我这病还有救吗？3服药，7天好。再敢喝生水，棺材给你备好。又是皇室的人，每年这个时候都来。左星河拜见先生。我真后悔当初救你，整整10年了，每年都来请，你不嫌烦吗？若能请到先生，别说10年，再花10年又如何？10年前若非先生搭救，星河早就命丧黄泉。只是星河想不通，以先生的才能，为何甘心待在这小地方？先生若愿意，玄武国可奉您为国师。皇都比不上苦海镇，这里靠着木魔山脉，每天有新鲜药材和珍贵木料送上门。我开棺材铺和医馆，这些东西缺不了。先生说的是，但玄武国实在是求颜若渴。这次前来，星河带了一些东西，相信能弥补先生的损失。这株七星草乃皇室珍藏300年，千年肉灵芝更是倾国之力才弄到手。这本九转玄功，若非只有前3层，足以列入天阶。先生若愿前往皇都，全归先生。天哪，这些东西随便一样都够买下半个苦海镇。肉灵芝、七星草，这是琉璃丹的主材料，服下可成金刚琉璃之身，翻山倒海。用我家乡的境界衡量，非化神不可破。先生，这份礼还不够吗？先生想要什么尽管开口，只要是星河能弄到的，无论是什么条件，星河都答应。星河公子，不是我不识抬举，你开的价越高，说明你要我解决的麻烦越大。我本事不到家，你另请高明吧。先生，青铜古殿的消息，你也不想知道了吗？你真的找到了？10年前先生随口一提，星河却记在心里。查了整整10年，终于有了线索。只是这条线索与皇都的事牵连极深，先生若想知晓，恐怕要走一趟。念生在青铜古殿消失后，我查了10多年，毫无头绪。18座古殿散没天下，这世界大到无法想象。你这个消息可真把我难住了。也罢，陪你走一趟。但有言在先，皇都的事情我尽力而为，成不成我不保证。我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，等一下就跟你走。星河在外面恭候先生。去夜月国收尸花了5年，在这玄武国卖棺材又过了43年，算下来，离开上清殿快49个年头了。三师兄伤了根基，最多活50年。老天爷，你这是提醒我该去给三师兄收尸了。先生学富五车，依旧手不释卷，星河佩服。此次前往长安，本该安排高等魔兽做先生坐骑，但情况特殊，
太过招摇会给先生带来麻烦。到了长安，星河再给先生接风。有什么想问的就问。之前不和你交谈，是不想插手玄武国皇室的泥潭。既然答应帮你，我不会小气。你身为玄武国大皇子，连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，岂不是贻笑大方？先生，有个问题困惑了星河许久。人的精力有限，修士同样如此。可先生不但修为不差，还精通炼丹、阵法、医术、寻龙点穴，这么多东西，先生是如何门门精通的？你今年多大了？星河今年正好100岁。100岁有你这个修为，算得上颇有天赋。你从娘胎里出来活了100年，前20年少不懂事，没学到什么，后面80年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1年365天，80年就是2万多个日夜。对凡人来说，80年可能就是一辈子。但修士和凡人不同，凡人被疾病、饥饿、疲劳浪费大半光阴，修士可以辟谷，可以用打坐代替睡眠。你比凡人多出了太多时间，这么久过去了，你得到了什么？在这80年的时间里，我得到了修为、权力，还有一位如花似眷的道侣。总结得很到位。那除了这些呢？一天有12个时辰，你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些事情上面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除了在这3方面上花了时间，还有一些时间花在了另外一些事情上。外出游玩、风花雪月、争强好胜，这些同样占了你大把光阴。先生的意思是，在下不是天才，也没有什么厉害无比的师傅，我只是把你们丢弃的那些时间捡了起来，仅此而已。修身先修心，心境不够，如何能在修行路上引吭高歌？好一句仅此而已。先生这一句话足以让天下修士无地自容。先生如此大才，玄武国愿以国士之位待之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算了，我的心思不在这上面。你这次花这么大代价请我出山，说明长安城的情况已经不乐观了。你父皇还能活多久？父皇乃玄武国有史以来最强的君王，可修为再高，神通再精，终究抵不过天人五衰。父皇大限不到1年，前段时间父皇下旨，谁能选到龙穴所在，谁便能继承皇位。左皇存活2300年，所有延寿的法子，玄武国应该都用遍了。他要找的不是龙穴，是能让人逆活一世的地方。这样的地方不好找。若好找，星河就不来打扰先生清修了。我那几位皇帝都找到了高手相助，星河实在没有把握能胜过他们。先生对此事有几成把握？10成不敢说，5、6成还是有的。先生，你当真有如此大的把握？找到那个地方的把握我有，但找到不代表能成功，能不能成，要看你们玄武国愿意花多大代价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逆活一世是所有寿元将近之人都想的事，但做到的人寥寥无几。你最好劝一下你的父皇，让他打消这个念头。左皇活了2300年，比化神期修士还多1倍。人老精，马老滑，长安城就是龙潭虎穴。若不是为了调查青铜古殿的线索，我绝不会插手这件事。朕大限将至，欲寻仙源之地逆活一事。10年前朕许过诺，谁找到真正的龙穴，皇位归谁。说吧。先生，吃食这些还是等一下吧。要不我们先介绍一下龙穴。现在是宴会，吃东西才是正事。另外，你现在关心的应该不是这件事啊。现在不关心龙穴的事，那能关注什么？你爹马上要死了，你们9个儿子兴高采烈的给他找坟地，你不觉得这事有些说不过去吗？先生，现在还来得及吗？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，记得动作夸张一点。父皇，儿臣舍不得你。
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哭哭啼啼的，这成何体统？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如今儿臣即将和父皇分别，儿臣心中不舍呀。你的孝心我是知道的，但生离死别乃是天道，你也不必太伤心。大哥，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个乡野村夫？父皇千年大计的关键时候，让这种人出现在大殿上，丢的是我玄武国的脸。没听说过压台出场，厉害的人都是最后才出现的，慌什么？敢问左皇，可有地图？越大越详细越好。左皇，恕在下直言，这8个地方全是垃圾。想逆活一世，只有一个地方有几分可能。放肆！你师曾何门何派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，说出你的师门，让我们替你的师父好好教训一下你。抱歉，在下师门不善寻龙点点，这些是我自学的。自学？哪儿来的野路子也敢登堂入室？在下的本职工作是卖棺材，兼职寻龙点穴，包办白氏一条龙。父皇，大哥找个卖棺材的来敷衍了事，分明是想破坏您的大计。没错，大哥表面忠孝，暗地里恐怕早就觊觎父皇的皇位了。这位先生的职业倒有几分意思，不知该如何称呼？在下姓陈，名长生，陛下称呼长生便可。好名字。那长生先生可否解释一下方才的言论？他们8人皆是玄武国有名的风水大师，先生如此轻视，是否不妥？陛下要找的龙穴是能逆活一世的地方，这种地方要是能被轻松找到，天下修士便不会为寿元烦恼了。这些人上来就夸夸其谈，骗人的话可不就是垃圾？有几分道理。那先生选的龙穴在何处？朕也很想看看长生先生选的龙穴到底有何不同。就是这里，方圆10万里，唯有此处有可能助陛下逆活一世。荒谬！荒古禁区是天下公认的禁忌之地，那里怎会有龙穴？你们成天把禁忌挂在嘴边，请问你们知道什么是禁忌吗？禁忌就是禁忌，你意图将陛下引向荒古禁地，其心可诛。老朽恳请陛下将此子诛灭。先生似乎知晓禁忌为何物。陛下说笑了，禁忌是古往今来都无法说清楚，在下只不过是勉强想出了一些词语去表达而已。不可被认知，不可被定义，不可被描述，不可被观察。拥有以上特点的，便是世人口中的禁忌。先生道出了禁忌的恐怖之处。既然先生更了解禁忌，为何还选那个地方？洞天福地，有能者居之。在陛下诞生之前，这片大地上也有强者被寿元困扰，做出同样的选择。禁忌的实力强大到万物不敢提及，他们停留的地方必是最好。陛下想逆活一世，唯有向死为生，硬闯荒古禁闭，方有一线生机。今日乏了，都回去吧。从今日起，长生先生为玄武国国师，玄武国境内，先生可自由出入。不是，陛下你不能这样！我和大皇子说好了，不担任玄武国任何职务的。这种机缘你不要，可以给我。这是什么书？这是玄武国的史书，开国以来所有事情都记录在其中。原来是玄武国的史书啊，这可是个好东西。青铜古殿的记载，你就是从这里知道的吧？是的，前不久我来玄武阁调取九转玄功，偶然间才发现了这个线索。陛下为了请我出来，也是煞费苦心。先生这话什么意思？父皇什么时候请你了？你不会真以为青铜古殿的线索是你自己发现的吧？可青铜古殿的事情，先生只对我一个人说过。没错，但你调查青铜古殿，消息就泄露了。在玄武城这一亩3分地上，你做什么陛下会不知道？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孩子。你本来就是个孩子，陛下把线索放在你面前，换成别人，他还懒得费这个心思。先生，既然你了解父皇的想法，那你觉得父皇接下来会怎么做？还能怎么做？考虑能不能接受我开的价格。先生，你当真有进入荒古禁地的把握？
把握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，但是不算多，只有半成。半成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走了，记得叫人把玄武阁的典籍全部抄一份送来，我留着慢慢看。你还真沉得住气。见过陛下。1个月看了这么多，你很喜欢看书。陛下慧眼如炬。玄武阁给你了，国师你也当上了，拿了这么多好处还贪得无厌，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我肯定陛下不会杀我。哼，你凭什么这么有自信？就凭荒古禁地，那地方有多凶险，陛下比我清楚。带进去的人必须绝对忠诚，要是强迫我去，陛下心里也不踏实吧？开出你的条件。我想请陛下帮我杀一个人，那半成机会，在杀他的过程里，陛下也能拿到手。小师弟，是你来了吗？三师兄，是我。我就知道你会来，你承诺过的事情，你一定会做到。师兄，你快死了，趁身体还有温度，我先给你换寿衣。等尸体变冷变硬，换衣服很麻烦。好你个臭小子，我这不是还没死吗？50年没见，就不能让我跟你说说话？三师兄，都这个地步了，你别告诉我还有什么遗愿没完成。我这个人最怕麻烦，收尸送葬还凑合些，完成遗愿这种事儿不擅长。放屁！你三师兄是那种看不开的人吗？生前没做完的事，死后我也不会麻烦任何人。我只想在死之前夸夸你，这也不行？当然行，三师兄的夸奖我可很少听到。当初你用师傅的雷击木做棺材，我只当你是孩子心性，现在我才明白，上清宫当中只有你看得最透。伤感的话说完了，让我摸摸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棺材。上好的金丝楠木，可保护尸体千年不腐。你摸摸。很好，不枉我白疼你一场。师祖的棺材你准备了吗？也准备了，千年雷击桃木，上面刻了我所学的全部阵法，保证他永远不会诈尸。到时候把师祖和你们葬在一起，你们可以慢慢跟他讨论曾经的过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是小师弟，你想的妥当。没想到从秘境出来后，事情一件接一件。这酒你们今天才喝上，2个人喝1坛是小气了点儿，但我总共就10坛，剩下的我还要喝。你们将就一下，反正也不能从底下蹦出来打我。师傅，师兄们，我还要快把师祖带来见你们，先走一步了。父皇，无量秘境已在掌控之中，只差羽化真人占领的夜月国禁闭。另外，天佛寺的人想求见父皇。禁地围而不攻，天婆寺的人让他们等着。这件事因陈长生而起，自然由他来结束。陛下恕罪，长生去处理了一些私事，来迟了。一点都不迟，来得更好。你师祖被困在禁地，就等你来送葬。不得不说，他还有几分本事。他的分身我花了2招才打爆。2招？陛下果然深不可测。你的故人知道你回来了，你打算先给师祖送葬，还是先见故人？先见故人。我那师祖在陛下眼里算不了什么，但我可不是他的对手。万一他临死反扑，我受不了。我和陛下还是分兵行动的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欣赏你这股稳妥劲儿。也罢，给你师祖留口气，让你们徒孙好好叙旧。这么生猛了吗？修仙界可真危险，幸好我不喜欢打架。
长生大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。几十年没见，曾经的跟屁虫终于长大了。不枉三师兄悉心教导。三师兄走的时候还在念叨你，说你这个人就是嘴硬心软。50年了，你倒是一点没变。你变了不少，胡子都白了。你试试被人追杀5年，看你白不白。接下来你打算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走自己的路。你还是要走？也不算走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，也有独属于自己的归宿。我只是去该去的地方，做该做的事。为什么？上清观百废待兴，长生大哥，你就真的撒手不管了？重建上清观是你的使命，不是我的。你入门30年，这里就不是你的家吗？道门讲究一个缘字，有的人天生扎根一处，有的人四海为家。我和诸位的缘分已尽，该说再见了。小和尚，我和你认识的时间最久，我要走了，你就不挽留一下？你要走，谁留得住？我们是这片土地上的花草树木，你是短暂停留的鸟，你要停多久，都是会飞走的。我早就算到有今天了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佛法有长进，继续努力，争取成为一代大师。那边的事情结束了，我去给某个故人收尸。别看了，这人不会为谁停下来的。你在禁地里天天叫嚷要暴打他，现在人来了，为什么不动手？他的实力很强，我现在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其实不擅长打架的，我们2个联手，有机会痛揍他一顿的。佛门讲究慈悲，你满口戾气，我看离入魔不远了。还能再见到他吗？不好说，活得久一点，有机会。师祖，徒弟打造的这具棺材，你看怎么样？不错，看得出你用了心。上次你侥幸逃脱，我心中就有隐约不安，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，还请到了这么强的帮手。没办法，师祖你太强，我一个人怎么给你送葬？都到了这个份上，师祖能回答我几个问题吗？可以。无量秘境也有青铜古殿，你为什么跑到夜月国来布局？无量秘境下面镇压的东西被人灭了，所以我找到了夜月国。第二个问题，你杀了师傅他们，后悔过吗？些许风霜罢了，修道之人为求长生大道，有些许牺牲很正常。他朝若得脱身法，生吃黄连，苦也甜。好一个生吃黄连苦也甜！师祖道心坚定，弟子佩服。既然如此，让弟子送你最后一程吧。若我没有被困住，你没那么容易杀我。再过1000年，或许你我还能一决高下，但现在……陛下，可有收获？确实有一些。每座青铜古殿中都有传送阵，阵中蕴含某种联系，但这里的传送阵已毁，具体联系无从可知。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无量秘境那座青铜古殿上面了。若那座青铜古殿的传送阵还能用，进入荒古禁地的把握起码多2成。这是你的东西，还你。
多谢陛下。百拜仙尊是2000年前的人物，陛下可曾听过他的名号？听过，我10岁时就听过他的传闻，只不过那时他已是2000年前的人物了。棺盖上的文字出自一个早已灭亡的皇朝，我记事时那皇朝消失的还不算久，所以我看得懂。左皇10岁时，百拜仙尊的传闻就已流传2000年，这样算来，百拜仙尊是4000年前的人物，而左皇本人又活了多久？4000年前百拜仙尊就存在了，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？不清楚，仅凭一个虚影就能镇压此处不祥与羽化真人，这种手段我做不到。若不是古殿镇压，我也想借用此处的力量。一直没提不祥力量，我还以为他不屑借用，合着是搬不开。陛下，在下还要给师祖安葬，先行告退。去吧，但要快。取走无量秘境的青铜古殿花不了多少时间。陛下，硬闯荒古禁地这种事，在下不擅长，要不等一会儿再进去。荒古禁地中有另一座青铜古殿，你不进去怎么看得到？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我不擅长打架，我跟在陛下身边会拖后腿的。硬闯荒古禁地只有一次机会，你不跟在我身边，大概率是没有机会进去。青铜古殿的修复是你主持，你如果不和我一起，你觉得我会放心吗？李念生是在传送阵里消失的，我得亲眼看那座古殿。就算左皇不逼我，我自己也得想办法进去。父皇，傀儡已经准备就绪，是否派出？派。看样子，荒古禁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。化神级傀儡，连半息都没撑住。父皇，那3尊傀儡每一尊都能挡住化神期全力一击，怎么会？杀！这阵纹的层次远超我的认知，看一眼就反噬至此，布阵之人到底是什么境界？100万人的力量，一击粉碎，这东西到底是什么？这3位是使玄武国活了1500年的底蕴，他们和朕一样，寿元将近，所以陛下才要闯禁地。长生之物就在里面，朕要，就没人拦得住。
化神之上的第6境，不对，是第7境。当初他说没把羽化真人放在眼里，果然不是狂言。这把真武剑就是玄武国的传世至宝，也是他赶来这里的底气。死了，所有人都死了。倾尽整个玄武国之力的计划，就这样以失败告终。左仙鹤之所以能活下来，不是因为他足够强，而荒古禁地当中的禁忌想要留一个活口，他们要左仙鹤活着回去，然后用他的嘴告诉世人，荒古禁地不可侵犯。3个月了，那根头发丝没有再出现，要么是他没发现我，要么是他懒得杀我。不管是哪种情况，我现在还喘气，这就够了。倾尽一国之力，连正门都没摸到边，这地方到底封着什么东西？这不完犊子了吗？啊！系统，四面八方全是金色阵纹，我是不是要永远困在这儿了？宿主为什么会认为自己将永远困在这里？这还用说？这阵纹比外面的银色阵纹强了不知道多少倍，以我的境界去参悟，1000年也参悟不了。那10000年呢？时间对宿主来说还有意义吗？对啊，1000年不行就10000年。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，这地方没人打扰，没人追杀，比外面安全10000倍。多谢系统提醒，和别人待久了，差点忘了自己是什么人。阵纹就在那儿，又不会跑，先看书。前辈，这个价格真的不贵了，我这可是上好的金丝楠木，方圆百里谁不知道我物美价廉？你要是不反对，我可就当你同意了。岁月果然是最强大的武器，这么好的丹炉都成废物了。补天膏，扭转生死，无论重伤还是寿元将尽，一药可延续7日性命。天河破损，一药补之，好东西。但药方上的字只认识大半，药名全对不上现在的叫法，空有药方没有图鉴，练不了。留着，总有用到的一天。玄武阁的藏书10年就看完了，剩下40年全耗在这金色阵纹上。头20年才走了5步，碰到第一位顾客，那具枯骨什么都烂了，就剩这本寿评书。书的主人是一位阵法大师，毕生所学全在里边。靠这本书，我才弄清楚这金色阵纹的真面目。普通阵法借山川之势运转，这些纹路不一样，它们是从天地大道中演化出来的，不是阵纹，是道纹。书上写了，道纹有逆转山河、颠倒日月之能，只有无上境界的人才能掌控。累了，100年后再说吧。